汉元帝刘氏，柔仁好儒与西汉盛衰转折的关键。汉元帝刘氏，公元前75年到前33年，字晟，是西汉第11位皇帝，在位16年。他是汉宣帝刘询与恭哀皇后许平君所生之子。作为一位性格复杂、充满矛盾的君主，他继承了汉宣帝留下的强盛基业，却因施政失误，亲手开启了西汉由盛转衰的大门。后世史家对他评价极为两极。一方面，他在位期间西汉国力达到顶峰，创造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赫赫武功；另一方面，他却因优柔寡断、纯任得教、放纵宦官，被视为西汉衰落的罪魁祸首。正如其父汉宣帝所预言：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早年岁月，从民间太子到柔仁好儒的性格养成，刘氏的早年经历极具传奇色彩，也深刻塑造了他日后的性格与执政风格。刘氏出生于民间，当时其父刘询，汉宣帝尚流落民间，出生仅数月后，刘询即被迎立为帝，刘氏也随之入宫。然而他的童年并非一帆风顺。本始3年，公元前71年，其母许皇后遭霍光之妻显指使女伊纯于眼毒杀，年仅4岁的刘氏从此失去生母。此后，霍成君被立为皇后，曾多次试图毒害刘氏，但均未成功。所幸宣帝后来铲除霍氏家族，挑选后宫中仅剩无子的王婕妤琼成太后抚养刘氏。帝节3年，公元前67年，年仅8岁的刘氏被立为太子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刘氏逐渐表现出柔仁好儒的性格特质。他眼见父皇重用文法力，以刑名之学治理天下，大臣杨运、盖宽饶等人仅因刺激词语就被处死，心中颇不以为然。一次，刘氏趁陪侍父皇用餐时，委婉进言：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，应该多多重用儒生。汉宣帝听后勃然变色，厉声说道：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，奈何纯任得教，用周正乎？且俗儒不达时宜，好事古非今，使人眩于明史，不知所守，何足委任？说完这番话，宣帝长叹一声：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尽管对太子颇为失望，宣帝也曾有意立明察毫发的淮阳王刘钦为嗣，但念及许皇后的恩情，最终没有更换太子。这一决定为西汉的命运埋下了关键伏笔。登基为帝，从理想开端到政治噩梦。黄龙元年12月，公元前48年1月，汉宣帝驾崩，太子刘氏即位，是为汉元帝。次年改元初元。汉宣帝临终前，为元帝安排了强大的辅政班子，以乐陵侯史高领衔，太子太傅萧望之、少傅周堪为副。萧望之、周堪均为精通儒学的干练之才，元帝对他们也极为信任，一度委以重任，推行儒家仁政。然而，这场儒臣主政的局面很快便烟消云散。由于元帝对2位师傅的过度信任，导致被冷落的史高心怀不满，与萧望之产生嫌隙。史高遂与宦官洪公、石显等人内外呼应，共同对付萧望之。萧望之忧虑宦官擅权，向元帝建议，中书乃国家政事之本，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。武帝时期任用宦官掌管中书，不合乎国家旧制，应予纠正。这一动议招致宦官集团的强烈嫉恨，洪公、石显联合史高、许家等外戚，诬告萧望之欲罢退史高，排挤许氏，专权擅朝。元帝起初不信，但在石显等人的反复进谗下，最终下令将萧望之下狱。萧望之性情刚烈，不愿受辱，仰天长叹，吾常备位将相，年逾60矣，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比乎？遂服毒自杀。元帝得知萧望之死讯，痛哭流涕，食不下咽，责怪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父。然而他的处置仅是让石显等人免官卸而已，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。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对此痛心疾首，甚以孝元之为君，易其而难务也。如此，则奸臣安所成乎？是使公显得似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。萧望之的死，标志着元帝自废武功，自断臂膀。此后，儒臣势力遭受重创，宦官集团彻底掌控中枢。三、为政举措，三大致命错误。汉元帝在位期间，犯下了三大致命错误，直接导致西汉由盛转衰。从汉高祖到汉宣帝，历代西汉帝王均奉行儒法合一的治国之道，外儒内法，霸王道杂之。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以儒家仁政安抚民心，减轻民负，以法家刑名之学整顿吏治，打击豪强，维护中央集权。汉元帝却彻底抛弃了这一延续150多年的治国传统，全面贯彻儒家治国。他重用匡衡、凿壁偷光的主人公贡禹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，推行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德政。然而，这些政策多为表面文章，并未解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。最典型的失误是废除陵邑制度。陵邑是西汉特有的制度，在帝陵附近建立城市，将全国富商豪强迁徙至此集中居住。这一举措既能打击豪强势力，抑制土地兼并，又能加强中央集权。汉元帝却在儒臣的建议下，以节省民力为由废除了这一制度。此举等于默许豪强地主在地方发展壮大，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，社会矛盾急剧激化。此外，元帝还在儒臣的要求下废除了郡国庙，停止了迁关东豪强至关中的政策。这些德政表面上符合儒家古礼，实际上却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能力。秦朝因赵高专权而速亡，西汉历代帝王对此深以为戒。从高祖到宣帝，宁可让外戚如吕后、霍光掌权，也绝不让宦官干预朝政。汉元帝却天真地认为宦官没有家世，不会缔结外党，将朝政委托给他们最为放心。他先后重用洪公、石显等宦官担任中书令，事无大小均由他们汇报决断。石显由此权倾朝野，众族一祭，公卿以下无不畏惧。石显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，还勾结史丹、许家等外戚，拉拢匡衡、贡禹、五路冲宗等见风使舵的儒臣结为外党。他党同伐异，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即便有人揭发石显伪造诏书，架空皇权，元帝不仅不予惩罚，反而给予更多赏赐。义学大师经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，元帝却执迷不悟。经房触怒石显后，很快被逐出朝廷，随后又以诽谤政治的罪名被处死。汉元帝时期，西汉在军事上取得了辉煌成就，但也出现了严重的战略失误。辉煌成就，郅支之战。建昭3年，公元前36年，匈奴郅支单于盘踞康居（今中亚一带），屡犯西域。西域都护旗都尉甘延寿、校尉陈汤果断出兵，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，远征康居，一举诛杀郅支单于。陈汤在战后上书中留下了千古名句：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。此战之后，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消灭，汉匈100年大战至此告一段落。然而，战后朝廷论功行赏时，石显等人却以矫治、假传圣旨为由，主张追究甘延寿、陈汤的罪责。汉元帝虽然欣赏他们的战功，却不敢违背石显等人的意见，最终只给予了象征性的奖赏。战略失误，放弃朱崖。更为严重的失误是放弃朱崖郡。朱崖郡位于今天的海南岛，是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的成果。汉元帝时，朱崖郡发生叛乱，元帝在是否派兵平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，最终听从贾捐之的建议，以朱崖不足惜、不及为变为由，放弃了这片领土。这一决策开了西汉主动放弃疆土的先例，极大打击了帝国的威望。昭君出塞。靖宁元年，公元前33年，
匈奴呼韩挟单于入朝求亲，汉元帝以宫女王强、王昭君嫁之为妻。昭君出塞虽促进了汉匈和平，但也反映了元帝时期对外政策日趋保守的倾向。4. 家庭与后宫政治斗争的缩影。汉元帝的后宫生活同样充满了戏剧性与政治斗争。王政君本是太子宫中的家人子，低级侍妾，不受宠爱。然而太子刘氏最宠爱的司马良娣早逝，临终前声称自己是被其他姬妾诅咒而死。刘氏悲痛之余，拒绝亲近任何姬妾。汉宣帝命皇后挑选5名宫女送给太子，王政君恰在其中。太子勉强指了其中1人，恰好就是王政君。她因此怀孕，生下太子刘骜。刘氏即位后，王政君被立为皇后。然而元帝对她并无感情，王政君也长期不得宠，但她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身居后位时间最长的皇后之一，61年，并在其侄子王莽篡汉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傅昭仪与冯昭仪。后宫的权力博弈，元帝最宠爱的是傅昭仪和冯昭仪。傅昭仪生下定陶王刘康，冯昭仪则因党雄就弟的英勇事迹而名垂青史。一次元帝观看斗兽时，熊突然跑出圈栏，冯昭仪挺身挡在元帝身前，这一举动令元帝大为感动。然而这2位宠妃之间的矛盾极深。元帝死后，傅昭仪随子刘康救国，成为定陶太后。汉哀帝时期，傅太后诬告冯昭仪行巫蛊之术，导致冯昭仪自杀，其家族17人也被迫自杀或被杀。3. 立储之争。优柔寡断的集中体现太子刘骜后来的汉成帝沉迷酒色，不务正业，元帝对他极为不满。而定陶王刘康多才多艺，深得元帝喜爱。元帝一度打算废黜刘骜，改立刘康为太子。然而这一重大决策再次暴露了元帝的优柔寡断，他在2个儿子之间摇摆不定，始终无法做出最终决定。最终在皇后王政君、外戚史丹等人的干预下，元帝至死未更换太子。这一决定为后来外戚王室专权、王莽篡汉埋下了伏笔啊。晚年与去世。盛世的终结，靖宁元年5月壬辰日，公元前33年7月8日，汉元帝病逝于长安未央宫，终年42岁。7月，葬于卫陵，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。死后庙号高宗，谥号孝元皇帝。东汉光武帝时期，因其功绩不足以配享宗庙，高宗庙号被废除。汉元帝的去世，标志着西汉盛世的终结。他留给继任者汉成帝的是一个外有豪强兼并，内有宦官专权、朝政混乱不堪的烂摊子。后世史家对汉元帝的评价普遍偏低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以多达10篇评论批评元帝，几乎全部指向他的优柔寡断与是非不明。毛泽东在读史时也指出，前汉自元帝史籍每况愈下，元帝好儒学，秉持民法，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。他父亲骂他乱我家者，太子也。总结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败统治。汉元帝刘氏是一位充满矛盾的皇帝。从积极的一面看，他在位期间，西汉国力达到顶峰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，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因郅支之战的胜利，彻底终结了汉匈100年战争。昭君出塞，促进了民族和平。他本人多才多艺，号令温雅，不失为一位有修养的君主。从消极的一面看，他彻底抛弃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传统，纯任儒术，导致豪强势力做大，土地兼并严重。他废除灵邑制度，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他放纵宦官，首开西汉宦官专权的先河。他优柔寡断，害死贤臣萧望之，自毁长城。他错误的放弃朱牙郡，开了主动弃土的先例。他在立储问题上的犹豫不决，为王莽篡汉埋下了祸根。正如后世所论，
汉元帝是一位好人，却不是一位好皇帝。他性格温和，多才多艺，崇尚儒学，这些品质在普通人身上或许值得称道，但在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身上却成了致命的缺陷。他的柔人变成了优柔寡断，他的好儒变成了不切实际，他的宽容变成了放纵奸佞。汉元帝用自己的失败统治，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深刻的教训：统治一个大帝国，仅有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远远不够，更需要果断的决策力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强有力的执行力。他亲手终结了昭宣中兴的盛世，开启了西汉衰亡的大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汉元帝无愧于其父乱我家者，太子爷的预言，也无愧于西汉由盛转衰关键人物的历史定位。